大家好，我是 DJ 汉堡。那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重庆在南山一棵树上俯瞰的夜景啊，还是相当的漂亮的啊。然后大家可以现在看到我在坐的这个公交车正在绕一个非常险的立交桥，可以看到它左右两边都近似于悬崖的感觉了。然后这趟公交车呢是叫347路公交车，从渝中区也就是市中心菜园坝火车站一直开到老厂，但是我要在南山一棵树下啊。那它的整体的行程也非常有意思，它先从这个渝中的老城区下半程，火车站这块儿，然后呢穿越横跨长江，过桥到南岸区，然后再穿越这个整个横穿南岸的城区，所以这条线路也非常有意思。最终呢，在这个上新街这站到了以后，再来一个山路18弯，直接就是拐到这个南山上啊，所以非常有意思。那我几乎录制了一个全部的过程吧。然后就当着一个给大家解说一个公交的线路，给大家做一期视频。因为无论是它的起点还是经过的这些路线，很多地方我都拍过，对吧？像菜园坝火车站啊、两路口、菜园坝、宫贸、南平，然后加上这次南山一棵树，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一趟旅程啊。所以大家跟着我这个第一视角一起来看一下吧。然后先从菜园坝火车站出发，有347线啊，从这儿到南岸。南平到南山，这就是重庆站，我也拍过。下次再来的时候，估计是新站了啊，已经是新站了。正常的话，这应该是这个跟这个旧站最后一次见面了啊。我应该基本后面的素材不会录过这儿了。看看两路口、体育中心、新干线大厦，然后国家电网还都在这儿。然后对面那边是以前我住的公寓，还是挺怀念的啊，还挺怀念的。从这块坐车我也能到化龙桥啊，但一会儿我回去的时候应该是坐一辆从南山到解放碑的车，然后坐地铁回去了，因为回来的时候可能点数这已经不够了。那么首先要路过这个菜园坝，然后过长江大桥。那菜园坝这个地方，我在做两路口菜园坝那两期视频也说了，这个地方我在这儿也住过半年。那会儿回公寓是每天都要路过刚才看到这个中药台市场的，所以说还是挺怀念的啊。然后这么一拐就直接上这个长江大桥了，整个过这长江。然后现在它这个底下刚才一闪而过的，就是同样我也在菜园坝那期拍过这个珊瑚公园，可以看到这个塔了吗？大家记得当时我吐槽这个塔是不是一个类似于这个指向标一样的那个塔，对吧？等一看到现在这个长江已经，因为它是现在属于这种枯水期嘛。它整个珊瑚坝已经是就是能看到很多的陆地了，就是说实话，现在你就可以上到这个珊瑚坝上。然后这个桥呢和重庆轨道3号线是并行的啊，这3号线就可以经过两路口，经过以前我住的地方，同时它还能经过上一期我拍的这个渝洞，就是巴南，就是相当于这个两路口很远的地方，它走得非常远啊，然后最北方能到这个江北国际机场。那这个桥呢，其实我建议，如果你有时间，可以来这桥上走走，就是行人可以看到它有走道的地儿，可以在这走一下，感受一下这个长江这个震撼。其实你走在那上面和坐车又是不一样的感觉啊，又是不一样的感觉。那么这个视频主要是把我这条车经过的路线，我知道给大家讲一遍，同时我也讲讲，就是说，因为这条路线其实还是比较经典的，也是比较好玩的。如果你来重庆旅游，你也可以来这儿尝试一下。同时呢，我会讲讲我路过或者拍摄过的地方，比如这个地方还记得这个环岛吗？就这个环岛上面这个走廊，我在拍公报那期，对吧？就说过也来过这块儿。当时大家很多人说我拍错了嘛，就是我本来说想拍南平，就拍成公报，的确是啊。然后这次也来，就是算是一个刊物吧，带引号的刊物。就是那天可能因为也是春节啊，各方面大家都好多人都回家了。那其实公报的流量还可以吧，但是它再往后走，就会走到南平，南平的流量是比公报好多了。然后呢，我素材其实拍了不少啊，大家也知道我的视频风格就是我不写稿的。我现在大家看到过程就是我直接在这 freestyle 出来的啊，直接在这脱口而出来的内容。那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现在看到这块的路线，或者现在往到这块应该才属于南平吧，就是它这个比较热闹的地儿。你看已经开始堵车了，就是重庆其实好像是比北京还堵，它的路网这个拥堵指数啊，当然跟它这个地形环境有关系。那北京更多它是因为规划太早了。他用了一个这个苏联那边那种棋盘的设计，那肯定他要堵，他要走环线嘛。那其实呢，我觉得在重庆的话，开车虽然会堵，但是可能我觉得在审美疲劳上，当然也可能了。重庆人如果开多了，会不会是也觉得烦？但是我觉得重庆起码可以骑摩托，而且重庆的司机是真的会
把这个路线让出一条摩托车路线啊，这是非常好的。北京有司机讨厌或者快车司机，他会别扭。然后现在这个画面中这个路过的这个商城，我不知道是不是南平啊，反正这块倒是挺热闹的啊。这个它整个这种商业啊，我看了一下，大概还是不错的。然后大家看，可以往前方看，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个轨道线啊，那个轨道线也是3号线啊，就是它这个整个这个347路车呢，就是从这个太原坝渝中跨过长江，然后到南岸，然后就是穿过南岸一些老的那些城区那些方向。而这南岸其实就是烟火气也是非常强的，但是它和渝中那个味道啊，说实话不是一个味道。就是怎么说呢？重庆因为也快马上就这最后几期了嘛，在重庆的视频，其实它感觉是不一样的。重庆这个渝中啊、南岸、江北这3个老城区，感觉都不一样。九龙坡、山峰坝我更不用多说了，肯定是不一样。你看这块这个南岸这些楼，就是它这个看这阶梯了吗？它往下是一个悬空的，你知道吗？就也挺险的这个地儿。大家就走在这上面，然后大家有个小桥连的那个居民楼，它底下还有一个平地，所以其实我当时都想下车去看看，但是这个公交车等一趟时间特别长啊，就没下去看。所以说重庆各个老城区的这种规划设计也是不太一样的。但如果对于我来说，因为在渝中住了也10个月吧，快小1年了，所以我对渝中区的感觉是最熟悉。就是说，你去别的地方也能感觉到它是重庆，但是呢，在渝中感觉就会更亲切一些啊，说实话更亲切一些。然后南岸呢也有很多新的地方，尤其是在南滨路底下。那现在这块这个水平高度呢，都是跟那个南平工贸一个高度的。这南滨路是接近于长江的，最接近于江边的，等于说这块其实你可以理解为带引号的山上，但是它跟我要去的这个南山相比，它又不是山上，所以说大家就可以去理解一下啊。所以这个南岸的这个规划设计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也是挺老重庆的一个地方啊，而且有的地方我感觉比这个渝中还要陡，就是它更多这种大的缓坡，渝中是那种陡坡，你知道吧？特别陡，但是一小节儿，比如你在爬这个什么从牛角沱上到这个两路口啊，或者从太原坝上到两路口，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然后好，这跟大家叨唠一会儿，这块就已经到了上新街这个站了。那上新街就相当于这是和南平工贸一个高度的最后一个水平站了啊，再往上就要用我的话来说叫山路18弯，它就要上到这个南山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后面的画面啊，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一开始山路18弯以后，这个司机这个油门都踩得更猛了。就是重庆这边司机，无论是这个公交车，还是这个出租车，还是网约车啊，当然他们都是在安全驾驶情况下这么踩。就是他们，因为他们老不开这种盘山路。你像你在北京，你不到这种山区，你基本开不到什么盘山路。但是你像重庆市中心、渝中就有这种盘山路，所以他们比较习惯，而他们会掌握好那个感觉。这开车都明白啊。所以呢，他们开都特别就是又快又稳那种状态，稳倒不至于啊，稳倒不至于，就是又快，然后呢，反正特别利索，用我们话说开得特别利索。然后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其实，在上山过程中，你往左往右看，因为它路线在切换嘛，你就能慢慢看到这个渝中半岛那个夜景了。还是夜晚来看，还是非常的漂亮啊，就时不时会隐隐约约的会有出现这个夜景。然后我觉得呢，其实你要是本地人，可能都未必要去南山一棵树，因为南山一棵树更多的是这种游客啊、贵宾来这儿，对吧？本地人其实你就稍微浅爬一下南山，也能感受到一样的效果，但是晚上爬山因为太黑了，一会儿我也会说到。那 OK， 那往后呢，就是继续是我第一视角上南山以后，然后咱们走到这个景区的解说啊。然后其实它在过程中已经路过了，然后等于说咱们还要走回这个景区，它停的叫崇文路口。看到这个崇文路口啊，崇文有点像那个老南城那个以前一个区名啊。到这崇文路口就得从这儿走到刚才路过那个南山一棵树景区，然后不知道一会儿回去的时候能不能坐这个346，可以坐到这个解放碑嘛，交叉口。然后咱们现在就走过去，明显感觉到这个山上都冷了好多。然后你看这儿这个新建这个广场，就这个店我还有印象呢。哎，这个地方我记得以前有公共卫生间啊，是不是都没了呀？那可能是换了。它以前是有一半是卫生间，有一半是这个小店啊。然后你看这建了一什么？你看大晚上这大黑山，就是一大黑楼，还有点吓人呢。你看啊，没开灯。重庆南山上有很多这种小区啊，就有点闹中取静的感觉。住在南山上，哎呦，这边冷了真的好多啊，这边真的冷了好多。自己来的话，你要不打车，唯一一个的不好就是坏处，就是你要跟这帮车混行，看没有？跟这些车混行在这儿，
而且我记得以前这个对面这条道路呢，它是有步道的，我是给它拆了还是怎么回事？不太清楚。而你看这种有很多这种大车，你知道吧？得特别注意，因为这大车晚上它可能根本他们就看不见你。开车都懂啊，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其实这儿应该调整一下，你看这个灯太少了，而且它也没有指引的道路。你看我因为是来过2、3趟，你看这儿有步道了，咱们现在上这步道了，不然还是开那一棵树观景阁。哎，可以这么走吗？可以这么走吗？这南山一棵树，我记得不是这么走，我记得还是你看没有，往前走，路过那个老君洞老君洞道观才行，咱就不走陌生的道了。看他这道观晚上点了这个红灯，还有点恐怖呢。你看这条道路，你看写了一棵树观景台，我是认可的。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这块有一个小步道可以走。那刚才那个往山上走的话，不应该是这个山上了吗？那也不对呀。这块我是有点印象，但是有可能那条道路是对的，但是以目前我这个方向感，我觉得那个是不对啊。或者他是怎么设计这个道路，咱就不清楚了。他是绕山上走，你看就这个小步道，我是有印象的，看见没有？我操，怎么还有手印啊？你把它弄得够吓人的。其实它这底下就已经是就是冲北边了啊，就是可以看的那个景色了。刚才看这步道了吗？你看他现在说您所在位置在这儿，然后你看可以下到上新街。大家看刚才记得我录那个上新街那个站台了吧？你看大家看那下山道了吗？什么他妈灯都没有，谁敢下谁牛逼，我觉得真的。看没有？这样应该竖一个警示牌啊，应该竖一个警示牌，看没有？看这道了吗？这就是下到刚才上新街那个地方，看没有灯。这你要自己游客，有一次来南山一棵树，但那会儿还是6、7点钟啊，有俩那个小情侣就下去了。你要晚上可别试这个啊。这儿也能看见这个渝中和南岸了，看没有？然后这个就是下山步道，你看漆黑一片，你看看。不知道按他说的能从哪儿下到哪儿呢？就是从这儿，大概就是下到不是这个亮金闪闪这个喜来登啊，不是这个，是你看没有？类似于就这个底下这几个楼的，就是南屏那个属于同一个高度的，上新街同一个高度的这个半山啊，就相当于跟南山相比的半山啊，是在那块儿，所以这是非常，我估计要走得走半小时、1小时的，肯定是有。然后我是从哪儿来的呢？再看一下啊。不知道能不能看见啊？这陆海国际你们能看见吗？看在这儿吗？这是我住的地方。然后呢，刚刚2路口在，我操，哎，找不着了。啊，那亮灯的那个，哎，这个黑漆漆亮灯的没开灯的在这儿，我就从这儿过来，然后下到菜园坝，看见这个，这有一个这个江上有一个陆地嘛，这就是珊瑚坝，菜园坝在那儿，然后坐车看没一路穿这个南屏工贸，穿到上新街，就是这么穿过来的，大家懂什么意思了吧？就是这么个状态啊！刚刚那步道，我觉得应该竖一个什么警示牌，你知道吗？这个一般人还是别下。你看看，全是漆黑黑一片。进来了啊！支付宝买票15块钱，现在是淡季啊，现在属于淡季。今天这个天气还是不错的，是晴天啊，就是不能说晴天啊，就是雾不是那么大。要雾大的话，整个这个它没有这个渝中半岛都看不见。然后这个它现在不是最高点啊。我到时候上到这个最高点，给大家小小解说一下，好吧？那你看这边南岸的主要这些城区，南岸城区还有九龙坡，你看沙坪坝是看不见的，发现没有？主要就是你看没有南岸，南岸这底下这一小块，然后渝中江北，就这块，然后南岸这弹子石可以，其他的都基本上看不见。而你看南岸的城区这块。没有这个景观照明的，就是你只能看到内透，就是这纯粹是居民住的这个灯，看到没有？它没有像这边，看点灯了吗？这边是没有点灯的，看没有？它这卫生间啊，然后大家发现没有？它南山一棵树，看没有这些步道吗？如果有人，他都会从这儿翻过来，就跟不花钱了，看没有？它其实就把这个南山截出来一块，但是这个景区呢是非常老的一个景区啊，就是说可能在是不是几十年前来重庆参观。
就那种什么导游就那种旅游团啊什么之类的，是不是应该也都来这儿？因为你看它这边的这整个布局啊，包括这个楼啊，这就是它那个最高点呢。一会儿上去看啊，都特别的老。那你看它这些宣传小图，看没有？特别的老。你看它这个咖啡厅，就是这种00年世纪之初的时候那种设计风格。然后现在挂上灯笼了，还挺喜庆。它这就是底下就是刚才我说那条公路，我说现在要跨过这条公路，看见没有？这个就是它的大门。南山植物园一棵树，看没有？南山非常大啊，这一棵树只是其中一部分。这进来有一个大厅，你看这个布局就非常的老派啊。就你在这种80、90年代这说这些这种比如体育单位，就是这种感觉，它的设计风格，这种展馆的风格是不一样的。哎，就上来了，这他妈谁垃圾没扔啊？操！不讲文明啊！它这是一个类似于观光梯，看没有？这样的，哎，感觉上来了。应该也可以自己爬上去啊，走楼梯也是可以自己上去。看没有？这上下外面是有楼梯的，然后它电梯也挺多的，也有2、3个吧。我坐就是347，一会儿能坐这个回去最好，能坐346回去最好。写的 VIP 贵宾厅，估计以前这个是单独要收费的，可能是。你看是这样的上来，这要是有下雨了，你就只能在这儿看了。然后有的人到这儿就不上了，还有一层可以上，看没有？当然你也可以坐那电梯啊，在这儿还可以再上，这就到了。看。今天不错，没什么人啊，工作日没什么人，不然6日人一堆啊！哇塞，还是很漂亮的。看，然后这个黑乎乎的就是南山，看没有？他们这儿都会挂红灯笼，这就是那个老君洞道观是吧？看红灯笼这儿。这个红灯笼不知道干什么的。然后刚才我就是从这儿走过来的，如果有坐公交还要走回去。看看我们有没有车，没车就打车。飞机航线。南山一棵树的夜景，看漂亮吗？这就在南山上。俯瞰整个山城，发现吗？然后给大家讲讲哪儿是哪儿啊，这个现在是更清晰一点，更立体一点了。然后我的具体讲解结合我录制、结合我旅居的这个经验呢，在南山一棵树在引号的指点江山的过程呢，我放到最终总结那一期再给大家发出来吧，因为大家还是挺想看我总结呢，我就做一个。本来我不想做这总结了。那正好做一个结尾，完事儿呢，开始我的北京往事内容，以及以后的旅居旅游，包括国内国外的旅游的内容，好吧？那么在结束了南山一棵树的观赏以后呢，我就打了个车回家了，因为公交车什么的已经没有了，然后坐地铁还要下到这个山下，然后你也得是等一个346还是347的区间车，我以前等过啊，巨慢，我说算了吧，那我还是打车回去了。然后反正这个南山一棵树，大家。只要你是旅游啊，能来都来。然后如果说你是像我这种比较闲的人，或者说自由职业，像我一样自由职业，你可以就是搁工作日来，6日人巨多。我们当时20年旅游的那会儿，就大家就是去里3层外3层挤满，你都看不见，你个儿不高你都看不见，那也没太大必要，是吧？好了，那这一期视频就是这样，然后这也是重庆的倒数几期了。然后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请给我3连关注、点赞 YouTube、点赞订阅。然后关于重庆的内容还会拍几期啊，然后
再来重庆可能会找一个夏天，专门来看一下重庆的夏天，就是最热的时候我来看一下什么样。然后往后我要做内容是做一些，就是刚刚我也说了，叫引号嘛，北京往事，就会讲我在北京生活，我生活的地方，那有太多可以讲的了，对吧？工体三里屯五道口，然后我住过的地方，然后比如说像九龙山啊，这反正很多很多，也类似于重庆这种吧。因为大家知道我在重庆只待了10个月啊，如果按走的那天算是应该是10个月嘛，那我在北京已经是25年了，所以说北京有太多可以讲的东西。那我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可以给我3连，然后 YouTube 如果大家有的话，一定给我关注一下，因为那涉及到我的一个盈利的问题啊。做视频真的是不赚钱，兄弟们，因为我现在的这个主要的这个经济来源还是来源我自己的一些比如说做一些小红书啊，或者做一些这些，你可以理解为营销号或者咨询号来赚取一些生意，对吧？好，那这期节目就这样。如果大家喜欢，一定要给我3连关注 YouTube、点赞、订阅，拜拜。